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装置 Ultra 9 185H 旗舰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魔方 S800。魔方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家的英特尔旗舰型号 S600，装置 12900H、13700H， 我们以前都为大家介绍过。S800是 S600的升级型号，它的外形由镜面顶盖更改为赛博朋克风格，但是 S800 仍然保留了双 2280M.2 PCIe 4.0x4 的插槽。最让人欣喜的是，它还有 2.5 寸 SATA SSD 接口，就像手机上的 3.5 毫米耳机口一样。在迷你主机上， 2.5 寸 SATA SSD 接口几乎绝迹了。魔方 S800 为我们保留了这一接口，值得大大点赞。那么我想问一下，真有很多朋友需要 2.5 寸 SATA SSD 接口吗？魔方 S800 装置了16核22线程的 Ultra 9 185H CPU， 内置英特尔 Arc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和 SATA 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和1000兆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电源线、HDMI 线缆、SATA 线缆和螺丝、说明书、立式支架。这块电源是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是金属机身，赛博朋克风格的塑料顶盖，上面有魔方的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可以输出 DP 信号的 USB 4接口，双 USB 3.2A 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4个 USB 2.0 接口， HDMI 2.0 接口， DP 1.4 接口，一个1000兆一个 2.5G 网络接口，后置耳麦口，两侧和底部都有通风口。取下后面板上的2颗螺丝，用撬片撬开顶盖。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双 DDR5 内存，我们取下内存散热鳍片，内存条的频率是5600兆赫兹。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 WiFi 6E 的无线网卡，没有叠加。背板上可以安装 2.5 寸 SSD， 使用 SATA 线缆连接的 SATA 接口。这里有一个小风扇，可以给内存 SSD 和 WiFi 散热。给小主机翻下身，取下4个脚垫，拧开螺丝，取下底盖，一个硕大的 CPU 风扇，另一个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BIOS 里可以看到 32G 内存5600兆赫兹， PLE 和 PAL2 全都可以自由设置。出厂的 PLE 是55瓦，我们可以进行调节增强性能释放。我把 PLE 设置成了65瓦，今天就以65瓦来进行测试。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就稳定输出65瓦，整机功耗稳定在92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6 GHz 左右，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1小时20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7度， SSD 最高温度40度，内存最高温度 54.5 度，散热还是非常给力的。我们首先使用魔方 S800 主机的 Ultra 9 185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9分50秒，共计590秒。590秒是不错的成绩，接近了最好的 8845HS， 比 NUC 14 Pro 加的 185H 要差一点。但是这台 NUC 它的性能释放是疯狂的110瓦，而明矾 X7Ti 的 185H 就和我们的 S800 接近了。CPU-Z 多线程 8589.5， 单线程795，多线程超过了所有的 8845HS， 比 X7Ti 的 185H 高了一点点。
Geekbench 5多核13355，单核1841，多核超过了所有英特尔13代 CPU， 也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的 AMD CPU， 和 XGTI 的 185H 几乎一样。Geekbench 6多核13889，单核2629，多核仅仅次于 NUC 14 Pro 加的 185H， 比其他的都强。Cinebench R3多核18018，单核1860，多核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的 AMD CPU， 也超过了所有英特尔13代 CPU。Cinebench 2024多核1014，单核115，多核和 XGTI 的 185H 差不多，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的 AMD CPU， 也超过了所有英特尔13代 CPU。Passmark 多线程33392，单线程4117，多线程超过了所有英特尔13代 CPU， 也超过了所有 780M 核显的 AMD CPU。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Ultra 9 185H 65瓦的性能发挥，和明矾 XGTI 同样是65瓦发挥的 185H 性能几乎一样。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371825， CPU 得分690771。我们还给这台 185H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1006283， XX20 538,775， CoreMark 532,073，在 CoreMark 成绩上排在了前列，仅仅比 NUC 14 Pro 加 185H 差了一点点，算目前英特尔核显小主机的第2名。接着玩游戏，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正生成，最后结果是62帧。实战一下。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天命？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37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低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0帧。地平线5 1080P 中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70多帧。复杂场景60帧左右。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70多到80帧。
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全程100帧以上。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50多，接近60帧。这就是英特尔 Arc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104度，内存做显存最高温度70.5度 ，SSD 最高温度40度。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 的测试结果 ：TimeSpy 3771，Firestreak 8223，Still Nomad Night 23.88 FPS， 稳定度 99.3%。把 3D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 仅次于 HX370啊，跑分很高。Firestreak 就中规中矩了，和 125H、225H 差不多。Still Nomad Night 超过了所有的 780M 核显以及其他英特尔核显，比 M4 Mac mini 还有 HX370要低一些。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结果是 12.14 token 每秒，和 8845HS 差不多了。测试 DeepSeek R1 真流的千问 7B 模型，简单问题 14.04 token 每秒。测试 DeepSeek R1 真流的千问 14B 模型，简单问题 6.93 token 每秒。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DP 和 USB 4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位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 和 USB 4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英特尔 Arc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2000兆比每秒，达到了 PCIe 3.0 X4 的入门水平。我们在第二硬盘位加装了爱国者 2T SSD 7000兆比每秒，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最好水平。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英特尔 X211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600多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一般的水平。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魔方 S800 装置了16核22线程的 Ultra 9 185H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0瓦，待机最高功耗 14.8 瓦。按这个结果，120瓦的小电源轻松搞定。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9度 ，SSD 待机温度40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噪音是41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37分贝，可以算非常安静。魔方 S800 迷你电脑装置了 Ultra 9 185H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性能接近同是65瓦释放的明凡 X7 Ti， 超过了所有的 8845HS， 超过了所有的13代英特尔酷睿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还能做到满载耳边37分贝，如此安静，这比 S600 可有了很大的进步。真的要好好夸一下魔方。再说3盘位存储接口，双 PCIe 4.0 X4 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旗舰标配了。而 S800 还更多保留了 2.5 寸 SSD， 算是非常良心。我知道 Ultra 9 185H 的迷你主机并不便宜，但魔方 S800 在市场里算是他们中价格最低的了。缺点嘛，就是还有一个千兆网口，似乎可以升级到双 2.5G。 总结一下，魔方 S800 装置65瓦性能释放的 185H， 表现强劲，散热静音都优秀。3盘位特别是保留了 2.5 寸 SSD， 接口兼容性不错。它有目前 Ultra 1代迷你主机中较强的性能，
还有 185H 迷你主机里较低的价格。虽然性价比没法和 AMD 8845HS 相比，但它可以算作英特尔这边的平价机皇了，值得我们向需要高性能英特尔小主机的朋友们推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